嗨，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讨论 IDF 台湾的自制防御战机。当然，我们这个系列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更理解台湾的下一代先进防御战机它的相关研发的准备工作，以及未来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状况。首先，我们这个系列参考的资料包括了杨宝之先生写的《台海祥鹰》，还有华习军将军写的《云汉的故事》，以及华习军将军写的《战机的天空》，还有张明远先生、吴天成先生他们所写的《军用发动机发展趋势研析》，以及相关的网络资料。要讲 IDF 战斗机它的引擎，就必须要讲到1978年4月，当时美国的盖瑞特公司跟瑞典的 Volvo 富豪航空他们一起合作，希望研发一款小型的涡轮扇发动机来取代奇异 GE 的 J85，就是 F5 战斗机采用的发动机，还有劳斯莱斯生产的 Viper， 就是应用在意大利的 NB339、NB326 这些的高级喷射教练机上面的引擎。所以当时准备将盖瑞特原来的 TF-731 涡轮扇发动机来进行研改，成为军用的发动机，而且配备 Volvo 他们设计的后燃器。当时一开始的编号就是 TF-731， 它的 Model 1042，当时的编号是 1042-5， 它的推力是3630磅，后来又进化成 1042-6， 推力就提高到了4260磅，后来又发展出 1042-7 有后燃器的型号，这时候的推力就已经达到6796磅，所以之后就重新赋予它的编号是 TF-1042。首先介绍一下 TF-731 这一款发动机，它是一款在商用公务机上面常见的涡轮扇发动机。这一款发动机最早它是卖到 DC-10 上面的辅助动力装置 APU 发展而来的，因为它的设计具有低油耗，还有符合美国最新的环保标准的噪音要求，所以从1972年开始， TF-731 它已经制造超过了11000具以上的发动机，总飞行时速超过了1亿小时。左边照片这一架飞机是法国达索生产的 Falcon 准式客机，它采用了3具 TF-731 的发动机。另外 TF-731 发动机也应用在高级喷射教练机上面非常广泛，包括台湾的航发中心之前研发的 AT3 自强高级教练机，还有它的孪生兄弟西班牙的 C111， 以及捷克的 L139， 还有美国波音的 Skyfox。 这是一款当时为了取代 T33 T-Bird 而研发的高级教练机，不过没有获得采用。另外还有阿根廷在德国的协助下研发的 IA63 Pampa， 以及中国宏都 JL8 高级教练机，还有后来美国轻型攻击机竞标案里面德仕隆所推出的蝎子式轻型攻击机，都是采用 TF-731 这个系列的引擎。在商用机的市场上，那更是不胜枚举，像 BAE 的125英式800，就是美军使用的 C29 行政用机，还有 Cessna 它的367这个系列的商务机，还有达索公司的 Falcon 10、20、50、900，还有湾流公司的 G100 以及里尔31，这一些商务机都是采用 TF-731 这个引擎。所以在 IDF 研发之初，航发中心就发现，想要发展战斗机，就必须先发展或者取得发动机。在询问过普惠 PW 还有奇异 GE 合作意愿，都没有获得回应。最后找上了盖瑞特公司，询问了
台湾参与 TFE1042的可能性。所以在1981年11月，盖瑞特公司的副总裁来台湾简报 TFE1042-7它的精进方案。为了要符合台湾战斗机的需求，所以他们准备将气流量增加 12%， 让它的推力可以提高到8300磅，预估研发的经费是 2.8 亿美元。当时 TFE1042-7它的参与国家原来有美国、瑞典的 Volvo 还有意大利，所以若加上台湾，总共有4家。盖瑞特提出，假如航发中心投资5000万美元，可以分得 15% 的制造权。不过在同一年，瑞典的 Volvo 公司就退出了这个合作计划，改向美国合作生产奇异 GE 的 F404 的衍生型RM12， 另外意大利也由于财务问题要求延后参加，所以最后只剩下盖瑞特跟航发中心继续磋商。最后双方协议合组国际涡轮引擎公司 ITEC， 为了精简组织以及人事，这家公司也不做设备投资，公司的人员由台湾的航发中心以及美国的盖瑞特两方共同出借，所以基本上只是一家纸上公司。第二， ITEC 作为盖瑞特的子公司，在美国注册，这样就可以免除技术输出许可的问题，而且在美国可以享有节税的规定。因为母子公司的合并报表，所以子公司的费用是可以转移到母公司它的财务报表。盖瑞特负责出技术，而航发中心负责出资，副董事长可以由航发来派任。第三，研发完成之后进行生产的分配，生产的分配历经了很多次的协调跟沟通，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含有后燃气的引擎，台湾自用的引擎由航发来承制 50%， 外销的引擎由航发来承制 30%，不含后燃气的引擎，航发来承制 15%。 第四，所有研发的成果双方共享，而且为防止政治因素造成之后引擎或者零件没有办法输入台湾的时候，台湾的航发中心有权完整制造。第五，台湾航发派过去的人员薪资由 ITEC 拨给航发中心来转交台湾的人员，来调节两地薪资的差异。这个在今天大概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就等于是台湾派过去的人，他的薪水他是用美国的薪资水准付到航发这边来，然后航发再依照台湾这边的阶级职等调整之后发给这些人。第六，台湾派主计人员常驻 ITEC 参与财务管理。第七，全案预定5年半完成，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初步设计及工作计划拟定，大约需要6个月。第二个阶段是全面研造以及测试，大概需要5年。台湾方面在1982年民国71年5月22日签署了意愿书，同时盖瑞特也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不过双方合组 ITEC 公司这一项计划在航发中心内部普遍认为不可行，所幸当时的政务委员李国鼎先生独排众议，认为可行，而且给予指导以及支持。所以第一阶段计划阶段先由国防工业发展基金拨款220万美元，第二阶段就由国防经费与国防工业发展基金共同支援。新成立的 ITEC 公司，盖瑞特拥有 80% 的董事投票权，因为它是主要的技术来源。台湾要求获得技术以培养引擎研发能量，但是在美国政府限制技术输出的情况下，这一部分没有办法纳入合约，只能要求盖瑞特公司所拥有的专利以及技术要全部转移 ITEC。技术转移的部分作为 ITEC 的技术股，大约2000万美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1/10。所以1982年民国71年6月21日，就在中华民国台湾政府跟美国的盖瑞特公司合资成立了国际涡轮引擎公司 ITEC。 早在1980年民国71年，当时阴阳计划它的顾问公司是洛克希德
前任的副总裁丹尼尔所成立的丹尼尔公司来负责。依照当时丹尼尔公司的规划，高性能拦截机它的性能要求速度要超过2马赫，所以盖瑞特公司修改了 TFE1042-7， 希望能够增加气流量 12%， 提升推力到8300磅，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2马赫的技术指标。而且当时的 -7 这一款引擎，它的庞通比是 0.84 的引擎，相较于 F404 它的庞通比才 0.34。 这种比较高的庞通比的引擎在低速省油，但是在高速的时候推力会衰退非常多。在这里为朋友们补充一下，庞通比就是前面的涡轮扇叶它所引导的这个气流，这个涵道它的宽度的比例，所以庞通比越高，像客机采用的引擎，它的庞通比就会比较高，这样它在起降的时候它是比较省油，在低空低速的时候的效率会比较好。所以高庞通比的引擎一般都是商用引擎，像客机在用的或运输机在用的。可是像战斗机采用的引擎，它旁边的这一个涵道的比例就会很低，大多在 0.3 多，所以 TFE1042-7 它的庞通比高达 0.84， 在当时对于高速的表现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当时为了申请技术输出，当时的合作计划已经送到了美国国务院在进行审查中，所以盖瑞特不敢这时候贸然更动整个计划，双方只能在当时的规范下进行学术性的构想设计。盖瑞特公司为了要完成相关的审查，也是尽了相当多的心力。首先由他们派驻在华盛顿的联络人先试探了美国国务院军火管制局他们可能核准的限度，再依照这个限度来撰写他们的申请函，最后在申请函里面很有技巧的说明 TFE1042 研发所用的科技与原来的 TFE731 是相同的。因为当时台湾的航发中心已经在美国商务部的核准之下，跟盖瑞特合作生产 TFE731 引擎里面的 40% 的零件来提供给 AT3 高级教练机使用，所以当时也预估未来 TFE1042 的引擎生产的时候，也可以获准生产 40% 的零件。另外在后燃器的部分，它的技术需要由瑞典或者其他国家来引进，因为盖瑞特公司之前生产的都是商用引擎，所以并没有后燃器的设计。整个发动机里面有关涡轮这部分的叶片，它的方向性结晶铸造，还有燃烧筒，还有相关的热锻技术，以及引擎的控制系统将会在美国制造。所以这个计划从1981年5月，就是民国70年开始申请，一直到1982年的8月，民国71年才通过了美国国务院军火管制局的技术输出审查，而且只准许执行到研发完成阶段，生产的时候必须再提出申请，另外进行审查。到这里朋友们就很清楚，美国的科技输出管制是非常的严格，并不是说我们想买他愿意卖就可以了。美国的联邦政府他们会考量他的外交上面的布局，还有对美国友好的程度，这些来进行审查。所以在1982年8月，民国71年才通过审查。台湾的航发中心马上就派出了17位工程师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来进行相关的学习。这时候也全面展开自制防御战机所需要的引擎规格的这些技术指标的研讨。可是同时阴阳计划也出现了新的变数，原来合作的顾问公司是丹尼尔公司，他所接受的委托是 F104 的修改专案，并不涉及技术资料的输出，所以阴阳计划推进到这时候已经超出了丹尼尔公司的能力，他只有少数几位是洛克希德公司退休的工程师
来组成，所以丹尼尔公司就知难而退。同时，诺斯洛普公司也继续研改 F5 战斗机，改用较大推力的引擎，就是 F404 引擎，还有配备新的 AN/APG-67 的雷达。假如研发成功，获得采购，将会影响通用动力 GD 的 F16 它的海外市场。所以通用动力 GD 就在1982年民国71年的夏天派员来台湾，表达愿意协助台湾发展战斗机，希望能够减低台湾采购 F20战斗机的意愿。而且很快过几个月，就在同一年1982年的9月提出了协助的计划，而且送国务院进行审查。所以在1982年的11月，空军就派遣3位军官，航发中心也派遣2位军官一起到德州的福沃斯堡2个礼拜，在通用动力 GD 人员的协助之下，再做更深入的敌情以及任务的分析。在敌我相距只有100余公里左右，假如我们的战管判定敌机来犯，那台湾的战斗机从地面紧急起飞拦截，或者是由在空警戒的巡逻机来加速拦截，都在还没有加速到最高速度就已经跟敌机遭遇。所以极速并不是台湾所需要的战斗机的重要性能。所以这时候的结论就是阴阳战机应该是一款轻型的空优战机，而不是拦截机。紧接着1983年民国72年春天，空优战斗机对引擎的规格需求逐渐的确定，就在1983年的3月，经过11次的主要构型修改以及分析，才确定了引擎的构型。这时候的引擎已经跟原来的 TF1042-7 完全不一样，所以就重新赋予编号为 TF1042-70。左边这张表就是云汉的故事里面的资料，从比较表就可以知道 -7 它是2级的涡轮风扇， -70 它是3级的涡轮风扇。在低压缩器以及高压缩器，甚至燃烧室、高压涡轮跟低压涡轮全部的设计都不一样，甚至连旁通比从原来的 0.84 降低到 0.4， 也使得整个发动机的最大半径由 20.5 英寸降低为17英寸。左下角这张图就是 -7 以及 -70 它的剖面图，这边就看得出来 -70 已经是一具全新设计的引擎。这几天在有台 RJ 的 War Room 里面，他邀请到芒果教官，空军退役上校黄阳德教官。在影片中，芒果教官认为 IDF 应该用来衔接下一代 ADF 战斗机的研发工作。这个论点我非常支持，因为研发新的战斗机并不是全部的计划最后一次在新的机体上一次进行测试，这样风险会极度的高。我们看右上角这张照片，这就是 IDF 的引擎，它刚研发出来的时候是先放在一架达索公司制造的 Falcon 客机上面，第一次进行后燃器点火的时候的照片。这一张照片是天剑2型空对空飞弹，测试的时候也是先改装了一架5391机号的 F51 来进行相关的测试。下面这一架飞机就是美国的 F-22 猛禽战斗机，它的空用雷达先安装在一架波音757上面来进行测试。所以 ADF 计划希望在520之后赖总统宣布全面启动的时候，汉翔以及中科院应该先将部分的技术先在 IDF 上先行验证，包括它的 AESA 空用雷达，还有它的电站系统，这些不涉及整个机体的改变的这些技术，甚至中科院研发的新一代的空对空飞弹也应该先行研发用在 IDF 上面，这才是目前各国在研发新一代战斗机上面的研发规划，而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开发出来之后一次用在新的战斗机上面。这样子到底哪一个系统可靠，哪一个系统不可靠，这样子是没有办法验证的。也由于云汉计划一开始
它是参与了盖瑞特与 Volvo 公司他们的 TF1-731 Model 1042这一个计划，所以是延续 Volvo 跟盖瑞特的合作。而且在美国国务院审查的时候，申请文件又一再强调这是 TF1-731 相同的技术，所以当时全世界很多的媒体报道都认为 TF1-1042 它只是 TF1-731 的后燃器衍生型，也让台湾很多人误解 IDF 的引擎是一款商用引擎，是一款次级品。有这些误解也是当年台湾特殊的国际处境所造成的结果，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只能忍辱负重，完成自己工作岗位上的责任。对照今天 IDS 自制防御潜舰遇到的状况也都非常的类似，这或许也是台湾国造的主战装备所必经的宿命，所以我们频道才会不断的要做这一类的影片，来让朋友们知道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辛，而我们必须要有基本的国造能量，才能让台湾突破困境。虽然很多人一直对 IDF 的引擎有许多的看法，不过我的看法也始终如一，就是虽然它的推力没有 F404 甚至 F100、F110 这些发动机这么大，不过在当年也确实是整个阴阳计划唯一的选择。假如没有 TF1-1042，那 IDF 现在所看到的状况应该是采用 J79，就是 F104 的引擎，那将是另外一场噩梦。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